这节课呢，我们来讲SSH 来登录这个 Linux 系统。那登录 Linux 系统的话，我们有两种方式，常用的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呢，是我们使用这个密钥进行登录，也就是密码，是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用法。还有一种用法呢，是使用这个公钥进行登录。那公钥登录的方式呢，它比这个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次登录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输入这个密码，而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也是经常用的不会在每一次去，比如说像 Linux 服务器上去拷贝文件每一次都要输入密码的话，就是相对于非常麻烦第一种方式，我们来先操作一下。-D 来指定我们的这个 SSH 的这个端口，默认的话是22，那前面的话是这个 IP 地址是我 Linux 系统的一个 IP。这是常规的第一种呢，以密码密钥的形式进行登录。然后我们来去操作一下使用这个公钥去登录。那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使用公钥登录的这个原理。那使用公钥登录的话，是我们需要在本地去创建一个密钥对。我们创建的这个密钥对呢，是分为两个文件，一个文件是公钥，一个文件是私钥。我们会把本地的这个公钥呢传到这个 Linux 系统上去，然后当我们再去访问这个 Linux 系统的话，它远程主机会分配给我们这一个随机的一个字符串，然后我们把自己的这个使用私钥进行加密之后，然后再把数据传给这个服务器远程主机。远程主机拿到这个加密之后的数据，然后使用服务器上的这个公钥进行解密。如果解密成功，说明什么？说明用户是可信的直接就允许你登录这个远程主机了。它的原理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来操作一下。首先使用这个 SSH-kin 使用这个命令来创建本地的一个密钥对，我们来去指定它的这个加密类型 RSA。RSA 是一个非对称加密算法AES 的话，像 AES 是一个对称加密算法。当然了，加密算法有很多种，比如说100多种我们使用默认的话，如果你不指定这个-T 后边这个 RSA 的话，它默认是使用这个 RSA 进行加密的。所以说我们去指定一下也没关系。回车，它要求我们输入一个名字，那我们使用默认的就好了。这个地方要求我们要不要输入这个密码中间需不需要对这个公钥和私钥进行加密那我们不需要进行加密。然后现在它到这个地方就在本地创建了一个公钥和私钥。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本地生成的这个公钥和私钥吧。它一般存储在这个，我们使用 C 盘的话，用户，然后找到我们的本地账号，这边有个点 SSH， 这个里边有两个，这是我们刚刚生成的，我们来看一下日期，是刚刚生成的两个，这是一个密钥对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密钥对当中的这个公钥文件上传到这个 Linux 系统上去。我们来去打开我们的这个 PowerShell 的话是怎么打开呢？是我们在这个按 Windows 键，然后输入这个 PowerShell 这个命令就可以了，就能找到这个工具它是系统自带的一个。然后我们来去放一个函数去执行一下。这一段代码呢，直接拷过来放一下就好了。
一般默认情况下它是没有这个 ssh-copy-id 这个命令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操作呢？原因是我们要使用这个命令啊。-id， 然后我们来指定远程主机的这个账号，指定 IP， 第一次要求我们输入密码，这样的话没有错误提示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把本地的这个公钥传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上去了。我们再来去看一下，现在的话我们应该登录的话不需要输入密码了，指定端口，直接进来了啊，说明我们使用的这个公钥登录已经成功了。它为什么会成功呢？我们来先去看一下，因为我们说过它的这个公钥已经copy到这个系统上来了嘛。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存储到哪里去了。在这个文件里面啊，我们看一下它拷过来的 SSH-RSA，RSA 指的是 RSA 的一个加密算法，然后它这里边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而且提到了一个账号，对吧？这是我们的电脑主机。我们来对比一下本地的这个，公钥。有没有看到 AAA？ 它这两个是一样的，它是把我们本地的这个公钥文件的内容拷贝到 Linux 系统里边的这个文件这个文件里边，所以说我们才能去正常的去登录。我们来退出一下，再登录看一下。那假设说我们不想去登录了怎么办？不想去使用公钥进行登录了怎么办？那我们可以进来，直接把这个东西删掉就可以了。删掉，我们保存退出，然后我们再来登录一下先退出，再登录这个时候又要求我们输入密码了。哪一种方式用起来比较方便？那肯定是用公钥这种方式